歡迎收看北京不靜音，我是北京。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好像已經有3天沒有更新節目了，有沒有人想我呢？因為正好是本頻道開播3週年，我給自己放幾天假，但是呢，也完全沒有休息啊。我在做什麼呢？給大家看啊。先講幾句題外話。我這几天做了一個網站，這樣的。網站的地址是2084studio.com， 那麼它呢是我的內容創作工作室2084studio的官網，也兼具我個人官網的作用。這裡面有很多的內容啊，也都在陸續的添加進去。比如之前大家在我頻道社群裡會看到我有持續更新一部叫2084散文集的，那麼以後就不在我的社群裡去發布了，那麼就在这個官網上我会做的图文並茂，甚至有这个視頻應該會很有意思這個頁面還在建設中。那麼還有呢，關於2084 Studio 之前做的電影劇本的一些可能跟影視相關的項目的介紹。那以後呢，如果涉及到去做遊戲也會在這個上面去做更新甚至是不是有可能會有頁面版的一些遊戲讓大家去參與2084整個這個宇宙的探索我不知道我們期待一下。還有呢，就是有這樣的內容關於我個人的創作。那這裡是4部小說作品有已經寫完的，有還正在寫的。那麼大家可以去看有中文英文的雙語介紹。那麼如果你想看的話，點擊圖片或者小說的名字也可以跳轉到我個人的網絡書店，可以下單購買那麼還有一個板塊呢，是關於我個人的攝影作品，打算在這個網站上去開一個個人攝影展。之前我的這些黑白照片從2016年拍到現在快10年了，一直是在 Instagram 上去更新的我覺得那個顯示效果不太好，所以以後就只在這個官網。那這一部分個人影展會以什麼樣的形式跟大家見面我也在構思這個頁面也還在建設中。所以關於這個網站，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去探索一下跟我交流都可以。好我們說到今天的主題，這2天呢，實際上最有意思的事情呢，就發生在推特上。那麼馬斯克把人們上推特你的這個 IP 所在地具體到哪個國家公布出來了，以及呢你用什麼方式上的推特是用這個手機 app還是用這個電腦 web 直連，那麼你手機 app 是在哪個國家的商城下載的，這些信息全都公布出來了。這產生了一個什麼效果呢？就讓之前藏在屏幕後面鍵盤後面的那些中共的水軍外宣集體的暴露出來了，集體爆炸。現在大家已經找出了1萬多個了那我今天給大家做這期節目呢，仔細分析一下中共的這個外宣有幾種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舉個例子這是推特上的一位大 V 叫下一代，他呢用一個維吾爾的美女頭像偽裝成是一個維吾爾人。他在網上做什麼事情呢？就是宣揚中共在新疆做得很好維吾爾人生活得很幸福，以及呢對真正的維吾爾人那個揭露新疆黑暗面的那些維吾爾人，然後這個下一代會去打擊他們告訴人家他們說的是假話在這裡混淆視聽。那麼我們仔細看他的賬戶所在地顯示的是 China， 一會兒我給大家解釋這個意味着什麼大家先記住這顯示的是 China 旁邊有一個圓圈的小感嘆號，這個沒什麼關係，這是一個信息說明就說他的這個推特的定位也不是
一定準確的東西，這就是一個法律的免責聲明啊，這個沒什麼意義。下面看啊，連接途徑是 Web。我們大部分人使用推特是在手機 App 裡去連接，对吧？很少人還天天坐在電腦桌前用電腦去連接。那麼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我直接給大家看這個去掉濾鏡之後的原圖啊，這些下一代們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是在這個中共的監獄內的服刑人员，他們没有手机啊，每人發一台電腦，然後他們有任務的啊，就充當這個中共的水軍外宣，在這個推特啊、油管啊很多地方活躍啊，所以他们的显示的连接方式就是 Web 啊，他们没有手机。那麼好，现在給大家看啊，接着看，回到這個下一站的頁面啊，這個賬戶所在地這個 China，有什麼樣的意思呢？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是不能夠直接連推特的，它有網絡防火牆。那一般的中國人呢，他想上推特上油管呢，他是要掛一個 VPN 啊。那麼如果掛了 VPN 呢，你雖然人在中國境內，但是這個地方所在地它就不會顯示 China， 它會顯示成比如說香港啊、美國啊，比如什麼俄羅斯啊，因為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條 VPN 的這個通路啊，它就會顯示那個地方，所以它就不會顯示 China。那麼顯示 China 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是從中國境內直連的推特，就完全沒有牆這回事兒。那麼他們就是這些監獄內的人，所以監獄內的網絡沒有網絡防火牆，可以直連外網，他們就在執行任務。所以當你看到這樣的啊，就是。那麼再舉一個例子啊，這個叫 K 總的，這個是在推特上的另一個大 V 啊，甚至你可以認為是這些監獄服刑人員裡面的一個小頭目啊，因為他的粉絲量啊，這個流量啊都很大。那我們看他的賬戶所在地啊，現在顯示的不是 China， 之前是啊，他自己給改了，因為呢，你可以顯示具體的國家或者你所在的這個區域啊，大洲，所以呢，他就現在已經很多人啊，這些中共的水軍啊都改了，都不顯示 China 了，顯示的都是這個東亞和太平洋啊。那其實基本就一個意思了，大家能理解就行了。你看它的連接途徑也是 Web 啊，所以基本可以判定這個 K 總也是一個監獄服刑人員。我們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啊，另一個著名的推特大 V 啊，叫迷人的小紅，掛着中國國旗的。你看，大家看啊，賬戶所在地 China， 對吧？但是它有點不同呢，它的連接方式，你看它是中國安卓 APP 啊，所以這個迷人的小紅的級別可能比那個 K 總可能還要高，它有手機啊，它可以用手機。再給大家舉個例子啊，看看這個人，我們看啊，他的這個賬戶所在地看到嗎？北美，但是右邊大家仔細看右邊啊，是一個盾牌的感嘆號的標誌，和剛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圓圈的感嘆號不一樣啊。這個盾牌形狀裡面一個感嘆號，就是這個人在使用 VPN 的意思，也就是說。這個賬戶其實並不在北美，它只是使用了通過北美的這個 VPN 通路，所以它顯示在北美，但它其實人並不在北美。那我們再往下看啊，它的連接途徑是，又是這個東亞和太平洋安卓 APP， 所以它在修改之前呢，這個地方很可能顯示的是 China 啊安卓 APP， 所以這個人呢很有可能是人在中國。然後用 VPN 上來啊，他呢經常就是假冒自己是在美國的啊，並且提供給人一些什麼心理諮詢呀，一些什麼的啊，這個是很危險的一個人啊，建議大家看到拉黑。
所以中共的外宣究竟有幾種呢？首先我们知道第一种是监狱服刑人员啊，直接可以这个 China 直连到外网的啊。我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吧，我们就是随便看啊，就扒出来的有多少这样的人啊，我们边看视頻邊聊吧啊，你看全是啊，大家看到這些名字旁邊寫着互毆啊、互相關注、互關什麼的，這些全是監獄服刑人員。他們用這個方式來打暗號啊，所以這是中共外宣的第一種啊，就是監獄服刑人員直接用電腦直連外網的。那麼第二種呢，就是應該是用 VPN 連的啊，他人不在監獄內啊，那麼他用 VPN 的方式在網絡上啊，無論是對中共歌功頌德啊，對習近平去拍馬屁啊，還是說去打擊在海外的這些意見人士啊、反共人士啊，反正就是領着不同的任務啊。那麼這是第二種外宣啊，就是人在中國，但是用 VPN 翻出來的。那你包括外交部的發言人啊，毛寧啊之類的這些人，你看他的賬戶也是不是直連的，他們不是用監獄那種直連的，他們是用 VPN 翻出來的。那他們當然也是外宣的一種，對吧？那麼當然了，這是第二種。那麼還有第三種呢，就是人啊，確實不在中國，他也不需要使用 VPN 了。那這種就隱藏的比較深了啊，你就可以看到呢，他的所在地啊，哪個國家都有啊，日本啦、美國啦，或者在歐洲啦，反正都有啊，是正常的。他的這個 APP 的下載商店也是他所在國的啊，日本呀、美國呀、歐洲啊，這都沒有問題。所以你從這個地方你根本就判斷不出來。那你怎麼判斷呢？你就只能從他的言行來判斷了，他是不是第三種啊，最危險的這個中共的我們說的外宣。那這裡邊呢還分兩種啊，哪兩種呢？一種呢是他真正拿中共錢的啊，你不管是從哪個部門拿的，你不管是他內部的具體哪一個派系啊，或者哪個國安派出來什麼的，各種情況都有，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打架，也會咬啊，但是實質都是外宣啊，就是說手向上向組織伸手拿錢的，這是第三種外宣裡面的這個 A 分支啊，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分支 B 分支。這個 B 分支是我原來經常苦口婆心告訴大家的，有這樣一種外宣，就是他不用從中共拿錢，就是他不用從中共拿錢，那他為什麼講出來的話和中共的敘事非常的相似，以及呢在關鍵的一些節點上啊，他為什麼要說一些感覺是小罵大幫忙的話，那麼實際上他是在掙這一份海外的愛國流量飯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說他呢有的時候也會批評中共，有時候也會批評習近平，但是總的來說，他對於歷史的敘事，他對於整個這個大中華啊，包括未來的一些構想，它跟中共沒有太大的本質區別。也就是說，你長期聽他的節目或者看他的這些推特言行，你的認知並不能夠提升。很多人翻牆出來或者在海外的華人，他可能只是在某一個層面對中共或者對習近平有所不滿。他希望聽到有些人去當他的嘴替啊，罵一罵中共。但是從更深的層面，他並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所在，所以他也聽不了太激烈的這種批評的聲音啊，或者特別深刻的對於中國的分析啊，他聽了他就崩潰了。所以這些海外的啊，這種外宣，第三種外宣裡邊的 B 分支啊，這些人啊，比如說我之前說過的這個二大爺。比如說某種程度上的王志安，都屬於這個分支啊，他不用靠中共給他錢，他靠這個流量錢就夠了。那麼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很壞的作用，
就是並沒有告訴人們真相。那麼他們的方式就是說着其實跟中共沒有太大區別的話，然後來籠絡那些華人的流量。舉個例子比如這位曹操說這位這2天也爆炸了等於他把他自己這个推特X 账號給停用了我不知道具體停用的點是不是就在這個 IP 公布之前，因為現在沒有人扒出他的這個 IP 他也話說得很漂亮說他停用是因為害怕別人去開盒他OK 還說是怕川粉去開盒他，但實際上他是怕大家扒出來他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應該可能人不在中國對吧但是他具體在哪兒呢我們不關心這個事兒我只想說呢曹操說的敘事的方式其實跟二代也沒有什麼太大區別都是那一套大中華黃漢主義大一統的那一些東西然後講一些AI 寫的一些文案一些歷史故事歷史知識等等的说一些這些話，但是就這樣的人他可以快速的漲粉，因為很多人剛剛翻牆出來他就願意聽這樣的頻道，但是我想說就是你長期聽是沒有好處的因為他不會告訴你關於中國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OK 今天就給大家分析這麼多外宣大概就分這麼幾種那麼這一次推特的就讓很多人這個低層的第一層的第二層的這種外宣就暴露出來了對吧集體爆炸了，很多人之前不知道的覺得很多人他們覺得這些人的平時的言論只是他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只是他們看不得那些反共的那些言論好像他們是一個比較出於樸素情懷的愛國者是吧？但是其實都是領着任務在這裡去做的現在潮水退去之後大家看到了全在那裡裸泳對吧？當然了我也期待呢以後油管能有一些什麼變化可以讓像曹操說像二大爺這種人也能夠更加的原形畢露，讓大家意識到他們的危害Anyway 不着急，日久見人心今天還有人給我發私信說哎呀說這個真的時間久了我才知道北京你說的都是對的這些人真的都有問題沒關係反正我說了你信與不信都沒關係，我們慢慢看，總有一天你會自己能意識到這一層。好，感謝收看訂閱分享。